有我偷偷摸你脚，你个女孩，你这说什么屁话在那儿？摸我脚干啥嘛？你有病吧你？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吊威亚？我就是每一场有2个歌是吊着威亚，然后飞出去，飞到你们头顶上，就在你们头顶上，就是，但希望那天就别拉肚子就行，就是我尽量就是飞出去，然后可以巡回游一下，然后在这个面，然后天空上，然后唱一会儿，然后在这面天空上唱一会儿，我在这么想，要不要搞这个啊？有朋友鞋给你拽掉，我当然不穿鞋了啊。我就如果真的掉威亚，我身上一切贵重物品我都不敢揣兜里，我怕掉下去之后就永远找不到了。哪怕我就打个比方，我随便戴个这个宝贝的戒指，掉下去之后直接拿走了。哪怕是什么，哪怕说比如说我下午在那个休息室，我那个什么嗑点瓜子儿，然后剩点瓜子儿放兜里放的，然后没吃完，那瓜子儿掉出来都得捡回家。我跟你说，朋友们，真的。我不是说朋友们，我说这话绝对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啊，我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，因为上一次我跟咱家这帮朋友录了一个，那是几年前，3年前录了一个综艺，是厨师综艺，录节目就是那种厨师综艺嘛。最后一期说宁哥在舞台上做点吃的，我就给他们做了点拔丝苹果，做了一道拔丝苹果，做了一道那个打卤面，然后呢，朋友们是把那个打卤面条直接装到那个就是这种小塑料袋里。揪2根面条啊，朋友们啊，揪2根面条啊，放塑料袋上，密封好，带回家。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带回家他准备给风干了，然后过去拿相框给框上。这是宁哥做的面条，所以我不是说你们把瓜子捡走了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儿，这真的啊！你别说，有朋友说鞋给你扒下来，我跟你说袜子都给偷走，我跟你别说鞋了，鞋带给你抽了。鞋带也给抽回来，把鞋拿走了，鞋大家一撕吧，我就给袜给扒了。穿啥袜子给你扒啥，不穿丝袜给你丝袜扒了啊！全纯的，就什么都给你留啊！有朋友抠你脚心，你好像有病，你好像有病。有朋友偷偷摸你脚，你个女孩，你这说什么屁话在那儿？摸我脚干啥嘛？你有病吧你？你可以光明正大找个机会咱们握个手，你摸我脚干嘛？演出那天一定要把脚好好洗一洗。前一天晚上如果飞起来的话，尽量把脚好好洗，泡一把，弄点这种，比如弄点这种。什么草药啊，泡一泡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，因为那个飞起来也不会离你们特别近的啊，一定是也挺高的，它离太近、离太低了，肯定是你们有危险，我也有危险啊。我倒不是怕你们给我落下来，那犯不上，对，就是我可能会高一些，我在想随便想的啊。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拍到我一个视频，就是我拍一场戏，然后让代拍了，然后那个人说我这么大个胆那么小，你们看那个了吗？咱一块来看一下啊，能看清啊？吊个1米高的威亚，演员居然还恐高，就看工作人员全程给刘宇宁拽着腿，只要一松手，立马上演宇宁抱住。好家伙，不仅手脚并用，表情管理也全线崩溃。这1米9的大个胆子咋这么小？说出去不怕你粉丝笑啊？是我恐高，朋友们，是我1米9大个恐高。他这个是说我啥？说是这个1米9大个吊个威亚，然后1米高的高台，然后有点恐高。1米高恐高，就是那个台子如果是1米高的话，我恐高。那我不是我，但是我本人身高1米9啊，朋友们。我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吗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是吗？这不是1米，朋友们，这怎么可能1米台阶？然后我站在上面吊1米台阶，我吊个背甲吧，我还恐高，那怎么可能？那2米多那地方，那2米多，那台子是2米多，我因为那是2层，
我不是一个剑客吗？我天天跟人天下第一剑客就是能打，天天跟人俩撕吧。这场戏就是跟人俩撕吧。然后呢，我俩是什么撕吧呢？我俩是现在1楼撕吧，1层我俩先打一会儿受不了了，从1楼跳到2楼了。你想想，我俩在1楼打了一会儿了。我本身1.9米，我在下面1米，我趴着打，匍匐前进跟人打，怎么可能？我在下面站着跟人打半天了，我飞身上了2楼开始打，那是2米多，而且那上面都是啥玩意儿呢？不是我恐高，有朋友加起来4、5米了，也有道理啊。他本身那个就是那一层是2米多，我本身身高1.9米，加起来4米高。你试试趴在一个4米的，就是现在咱从头算啊，咱从这个头算，你就趴在地上，然后头往下看，4米高的高度，你害不害怕？要你也得哭，你别说抱住的了，你当时我估计尿都有可能，朋友们你们，啊，而且那个啥，而且那2层是啥呢？2层是用竹的编的那种地篓子，什么叫地篓子？你们不懂。就是你家就有没有那种竹筐？你见没见过竹筐？就是那种编织的那种的，但是地上铺的都是那种竹的编的，一踩容易踩碎，而且你宁哥在上面蹦蹦跳跳跟人打。为什么绑围哑呢？不是为了飞，他是为了保护演员，别到时候踩空一些从2米高摔下去，一头栽那去了。不是说站着有意识的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挥舞的这个兵器，所以容易就是给自己弄伤了。然后呢，就是问题是1米高，我就是能害怕。朋友们，我掉过30米的威亚呢，30米没有，20多米嘛。我掉过20多米的威亚呢，我都没哭，就是回去换裤子嘛。当时。有朋友老大能说掉威亚吗？就是上一次你们看到开推那个路透是吧？掉威亚。也不算吊威亚吧，他就算那个从那个楼层挺高的，那个起码有7、8层楼啊，7、8层高。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有40米，高度大概有40米左右吧。那个楼高40米，我们从顶层往下降嘛，降到1层。就绳索嘛，就是有一些朋友玩过攀岩啊或者探险啊那种的，就里边那种从7层楼大概左右高往下降啊。当然节目组是很靠谱的，它都有保护措施的。它除了那个绳索以外，它有一个保护绳，它就是类似像我们拍戏吊威亚一样。对，就是问我害不害怕，我说实话啊，还就是没有降之前还好啊。然后那天是那么分组的，那天开始说分组嘛，说我们两往下降。那天我们就商量说谁先来，我说那我跟那个谁吧，我跟弟弟先来吧，我跟周柯宇先来吧。他们说好，那就那个热巴跟金靖第2组，然后白宇跟那个林赫他俩最后一组。我说行，结果呢我们就去穿装备去了。穿完之后呢，结果我因为穿装备的时候回去就是要吃个饭嘛，就我们会有放饭时间，我们吃口饭，然后一会儿接着录下一趴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吃一半的时候，人说那个白宇和张凌赫已经去了，他俩已经第一个下去了。那我说那行啊，那就我跟那个柯宇我们俩最后一组，让那个热巴跟金靖先下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导演组过来说：“宁哥，你们赶紧去看看吧。”我说怎么了？他说金靖不敢下。哎，我在说这个没有黑金靖的一个意思啊，因为当时你们现场路透已经表达出金靖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状态了，这不算黑他吧？导演组说宁哥快去看看吧，宁哥金靖不敢下。我说啊，他不敢下。我说走去看看，然后我们就一块去了。然后这样我跟柯宇直接上后面穿装备，穿完装备就上他们后面了。然后我就其实我是有点怕的，朋友们，我是有点害怕的，因为他确实太高了。你看可能是一回事，但是你从7楼那么高往下看，然后你知道你自己踏出去的那一步，你其实是有恐惧的。然后呢，我上去之后穿完装备，我就跟金靖说，我说那个没事儿，这个东西就跟咱们拍戏吊威亚一样。他说我拍戏没吊过威亚。我说你不拍过古装戏吗？古装戏不都吊威亚吗？他说我是拍过古装戏，但我从来没吊过。
我说那就糟糕了。然后呢，当时我们就在上面鼓励他，就说没事真的没事，那个后面有保险绳啊，有安全绳，一定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然后大家也都在安抚他，结果安抚了大概10几分钟，他也不太行呢，我就说要不我来示范吧，因为我说没事，那我先下，你看我怎么弄的，然后你这个做心理建设。结果我就第二批下的嘛。其实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害怕的，朋友们。咱谁也别吹，你站到7楼高那个地方，你看着下面，没有人不怕的，只是说怕的程度多少。我那个时候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有点怕的。但是后来我一看金靖那样，金靖已经怕到那样了，他很酷，他已经都已经哗淌眼泪了，都已经。这个时候你知道吗？爷们儿的那个情怀又上来了，你懂吗？就是男人这个东西啊，男人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就是给他架到一定程度。本来我是很怕的，我也想说需要一些安慰或者鼓励什么的，结果我看到有人比我更柔弱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爷们儿要战斗，我要坚强了。所以我就当时一瞬间，我就跟金靖说没事，你看我给你示范啊，放松就行。你看这个绳子很牢靠的，就后面还有保护你，没问题。你看我慢慢往上出啊，我就是那种。你知道吗？男人那种就是担当感，一下梆梆就战胜了恐惧。男人要面子的那一面就战胜了你的恐惧啊！这说实话，下降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。我说句实话，也不能说一点不害怕吧，就可能就是只有一点点的，因为往下一看确实很吓人，因为脚底下是空的嘛。然后往下一看，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只要不看下面就不会害怕啊！我当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热巴降的比我快，我会很没有面子。我会很没有面子，我当时唯一心里就这个点，因为我跟热巴一块降，然后他降的比我快，我就想我快点，好没有面子呀，好丢脸呐。然后那个东西是你越想降快，其实越快不了的，因为那个绳索是那个，其实你越重那个越安全，你的体重越重越安全，你体重轻那个绳子摩擦力就会变小。所以呢，但是热巴也挺给面子，他降到一半他等我了。也挺给面子，挺好啊，挺好，给我面子，降一半等我，他感觉好像是不能让宁哥太丢脸，他等了我一会儿，啊，所以节目剪出来之后，就可能是我俩就是有点同时下的，他没有落我太远，其实其他你再说其他的害怕啥的，其实真没有害怕的啊，这还好，这还好啊。有朋友说，那你喊住口怎么回事？就是我跟你讲，白宇还有那个张凌赫，他俩在下面说。宁哥往下看，他感受到我俩可能没那么害怕啊，他就想给我们制造点这个恐怖，制造点紧张气氛什么的啊，恐怖气氛。告诉宁哥往下看，你看我看，他让我往下看他，你说多坏的啊！他纯就是坏啊，纯坏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不是说害怕，不是因为他喊完害怕，我是怕他喊完之后让上面的金靖害怕。朋友们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有什么害怕的？我这么大。老爷们儿，对吧？我怕他这个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，让上面的金靖更害怕。我当时想的是这个，所以我让他住口，别说了，因为他们在下面，他们不了解上面的情况啊，他们不了解上面情况，你越搁那喊，你金靖肯定越慌，对吧？最硬的就是没有，我真的是。啊，真的是不怕，真的是不害怕。说实话啊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